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Cassie。今天我们一起游玩川西的高山大草原，在一边游玩的过程中，我们一起学中文吧。我们刚刚在这个饭店吃完饭，抬头一看，天气特别晴朗。但是导游告诉我们，待会我们会去到高原，海拔高度升高之后，温度就会下降。而且高原地区的天气容易多变，一旦刮风下雨，气温会下降得更快，大家就会感觉到特别的寒冷。所以有些游客就在这里挑选衣服，挑选衣服，挑选衣服，挑选衣服。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挑选喜欢吃的零食。现在我们经过了丹巴，这里的道路很狭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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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很狭窄。丹巴位于川西高原的高山峡谷地带，整座县城就挤在大渡河峡谷里，两边都是高山峭壁，县城只有一条主干道，特别的狭长。这里挂着经幡，对着远处的雪山，被视为向山神表达敬畏和供奉的虔诚的方式。经幡有5种固定的颜色，依次排列为蓝、白、红、绿、黄，每一种颜色代表一种自然元素。蓝色是天，白色是云，红色是火，绿色是水，黄色是地。5种颜色连在一起，象征着天地万物的和谐。每一面旗上都印有经文或符像图案，风每一次吹动经幡，就相当于诵了一次经，把祝福和祈愿带到远方。这里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茶马古道是中国古代的一条连接四川、云南、青藏高原的古老贸易通道，主要靠马帮徒步运输，以茶叶换马匹为主要交易内容，因此而得名茶马古道。高原藏民需要茶叶助消化，内地汉民需要马匹强军备，二者互利共赢。现在我们沿着以前的茶马古道前往塔公大草原。大草原，大草原，大草原。塔公草原上有一个小而美的湖泊，湖泊，湖泊，湖泊。阳光洒在水面上，有风的时候，湖面波光粼粼；无风的时候，湖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雪山、蓝天、白云全部都倒映在水里。塔公草原海拔有3730米，面积达712.37平方公里，属于典型的高山草甸景观。塔公在藏语中意为菩萨喜欢的地方，塔公草原意思为菩萨喜欢的草原。塔公草原位于康定市，康定情歌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这首歌我真的是从小听到大呀。好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月亮弯弯，康定溜溜的城哟。离家溜溜的大
情歌和美景绝配，这首情歌你喜欢吗？评论区告诉我。这里的风景真美，有蓝天、白云、绿草、青山，还有雪山。蓝天、白云、绿草、青山、雪山。蓝天、白云、绿草、青山、雪山。蓝天、白云、绿草、青山、雪山。在这一路上，我们看到草原上有不少的碉房，这是当地生活变迁的见证。过去牧民们逐水草而居，主要住的是帐篷。后来随着四川省牧民定居行动计划的实施，牧民们才逐步在冬季牧场建起了碉房，实现了定居。房子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石块垒砌，整个房子方方正正，墙体厚实。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具有藏式风格的房子，这些房子的外墙图案复杂而精致，色彩艳丽醒目。房子，房子，房子。接下来我们将前往鱼子溪观看日落金山。鱼子溪海拔约4200米，海拔特别高，特别容易出现高原反应。所以在出发之前，当地的工作人员会上车给我们普及高原反应的知识以及游玩的注意事项。这位小姐姐的普通话很标准哟，所以我们可以认真听，一边听一边锻炼我们的中文听力能力，同时还能够学到很多有趣的知识哟。现在我们所在位置叫卧龙镇，离苏标山只有1至2个小时走路程。再过半个小时呢，你们就从这边的1800直接翻越宇宙海拔4200米的巴郎山，要翻2个小时。在翻山的过程中呢，车上会有很多人会出现头痛、头晕、耳鸣晕这现象。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症状，及时联系导游和司机，因为苏标山镇上是没有医院的啊。离景区最近的都是55公里以外的小诊所，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啊。而这次苏标山的平均海拔都是3800至4200海拔以上，海拔都是非常高的啊。你在徒步的过程中出现了口干舌燥情况，喝水时候千万不要去大口大喝。第二呢，高海拔地区不能做任何剧烈运动的，因为你在高原上走的1步路，相当于你在平原上走的5、6步路到了景区呢，千万不要太激动，不要去奔跑，不要去大喊大叫哦。第三呢，中温差是非常大的，大家感觉了成都到这边啊，天气慢慢变凉快了啊，海拔上升1000米，温度就会下降6至7摄度，一定要把自己保暖工作做到位，不要在高原上感冒。如果说你在高原上感冒，再回到平原地区，维持3个月它不会痊愈的，而且会引发严重高反，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点啊。那么最后呢，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高反。通俗话来讲，就是说从低海拔地区突然来到高海拔地区，随着海拔的上升，空气中的负氧离子缺失导致人体缺氧，产生了不良反应，这叫高原反应。高原反应呢，通常分为以下几种啊，如果有及时做好预防啊。第一呢，头痛、头晕、耳鸣、脸色发黄、嘴唇变色、指甲变紫啊，互相观察一下，不要抓住啊。第二，腹胀、腹泻、腹痛、四肢无力、胸闷气短。如果轻微的症状，及时联系司机和导游。你越往上走呢，你只会越难受。现在海拔只是1800，3天行程最低海拔在这边处于平原地区，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的？再过半个小时，你们就到巴郎山隧道口，直接进入4200海拔。到时车上会有很多人会出现我所说的几个现象，所以大家一定要记重视啊。那么最后一点也是最严重的，大家都知道人的大脑缺氧15秒以上呢，会出现神志不清、昏迷休克，甚至死亡。熬夜会使人体机能下降，新陈代谢减慢。再加上平原地区直接来到高海拔地区，中间落差都3、4千米海拔的，你不要今晚上我熬夜，第二天我坐大巴睡到景区，千万不要这样想法啊！因为人在高海拔睡觉是处于被动呼吸变动期的。从现在开始车马上出发了，车上每个人不要去睡觉了啊！只要在高原上时刻保持清醒，特别是经常熬夜上班的、熬夜打游戏的、没有休息够7个小时的，都要提前做好预防啊！我们是来玩的，不是来体验高反的啊！第二呢，有基础性疾病，3高、哮喘、贫血、低血糖、难例假、爱感冒、感冒还没好做过手术的啊。第三呢，体质比较差的、抵抗力比较弱的，
还有就常年常住在平均海拔都没有上1000米啊，大家拿手就可以搜一下所在城市海拔都是非常低的啊。那么如果是身上带有黄高反的药物呢，现在可以拿出来服用，马上上了，规则服用，现在处于平原地区。你听得懂小姐姐的讲解了吗？你了解了高原反应了吗？好啦，我们的视频在这里就结束啦，再见。